好，这个是我写的字，叫缠绕一点通哈。不过我女儿说这个一不应该是123的一，应该是我的 Eva 的一哈，叫一点通。嗯，它是我希望在我的 YouTube 频道里面呢，要特别做的一件事情哈。那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一些缠绕图样是相当简单，是没有错的，但有一些图样相对来讲会比较稍微有一点点复杂，它需要有一些技巧，你才会画得好看哦，或者是有一些构造哦，尤其是那种有交叉的，像绳结一样的图样哦。其实这种图形还蛮多，那有时候转来转去，我们就会迷路，搞不清楚。那如果说没有一个老师来引导的话呢，你可能会蛮有挫折的。我自己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那我比较不会去放弃啦，我会稍微研究一下。那我相信应该有一些同学是需要这样子的帮助的哈，所以我就会选择一些稍微难一点的图样，那我会在我的免费影片里面做讲解，哦，并不是会员啊，是免费的公开的影片。可是因为，复杂的图样呢，可能要比较随机吧，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找哈。那我在我的粉丝专页里面有开了一个帖子，你们如果觉得有一些图样是觉得，比较难掌握的哈，你们可以在那个帖子底下留言，那我看看如果觉得适合的话，我会录影片。那如果不是太难的话，我可能就会直接在那个帖子里面会答复你。哦，目前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想试试看吧。哦，希望能够给大家多一点的帮助哈，不要因为遇到困难的图样就觉得自己不行，没有这回事。真的有一些东西真的是刚好几点管的，就是一点点的技巧哈，你把它说破了，你就知道是怎么样做的啊。OK，那这个是缠绕一点通。那根据这一个的话呢，我其实录了一个影片，那应该是后天吧，后天就会上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我是要讲解这个图样哈。那不过我就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画了这个一脸迷惑的熊熊。啊，其实我还蛮喜欢画这种小卡通图样的，我觉得很好玩。好，那我要画的是这一个图样。诶，这个图样叫什么名字？叫姆苏比。哦，我想应该你们如果有参加一些脸书的缠绕社团的话，最近画这个图样的人蛮多的哈。可是我发现好像有些人，对于这个图样的掌握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就是好像画不太出来。那我就稍微琢磨了一下，那其实这两个图样它是怎么讲镜像的。一个向左转，一个向右转，可是他们画法一模一样。好，那这个就是我会在影片里面，我会详细讲解啊，详细讲解怎么样把它画成这个样子。那再另外的话，这个就是这个影片里面最后的一个成品结果，让大家看一下我的画法是怎么样，不一定是绝对的标准答案，可能你自己有更好的画法，那我是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好，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影片。好，那另外的话就稍微介绍一下我正在录制的会员影片吧。会员影片我是在画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千花宝石，叫做 Miller Fiori Gem 那这个是大概2年多前，我看一个日本老师阿苏卡老师哈，他的 Instagram 的名字叫做 Lovely Giraffe，就是可爱的长颈鹿。我看到他，我在网上第一次看到是他画的哈，那非常漂亮，所以我就稍微有研究了一下。那我当时有两个作品，好，就是在研究这个画法，当时这个有影片的，我就这一次我为会员就详细讲解了这个画法。那另外这个是阿苏卡老师的画法，这是我自己的画法，稍微有一点不一样，自己琢磨出来的。那另外就是在影片中可以给大家看到这些东西，小小的很可爱。那这个是今天刚画完的，
是不是很闪亮？很简单哦。好，那这个是会员课的东西。好，如果大家有兴趣，欢迎大家加我的会员，因为会员其实很便宜啦，一个月如果你只是要看基本课的话，一个月才100块钱。如果你要看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像这一个就是稍微复杂一点，那它就是进阶课，那它是200块钱一个月，里面已经有50几个影片了，超级多。好，你尽情看，反复看，停下来看都可以。好，来，那我们上次讲了嘛，我们今天要画黑砖。那黑砖的话，我是想，因为快进12月了嘛，12月应该要有一个圣诞主题，我就稍微整理了一下哈，也没有整理啦，就只是翻翻翻，找到我一些以前圣诞主题的作品。那在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先做一个分享，那不见得我们会应用在我们的共识会里面。就是你这个月你可能会有一些圣诞的创作那你就可以参考一下哈。那这个是一个像雪花一样的缠陀螺。好，那这一个是以圣诞红为主题，那旁边是搭配这张好简单，可是效果很好这个是商路根，然后木卡流动，就很简单，可是很漂亮又好画。好。那这个图样叫什么？我想不起来。莫迪高？不是。好，然后这个圣诞的吊饰，我今天有点想画这一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好，这个是一个用点画法的一个圣诞树，哇，这我2016年的作品了，超久。好，那这个也是圣诞主题，好，有一些圣诞的吊饰在这里。那这个是一个圣诞树，这一张比较新。好，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圣诞主题的作品，这个是有影片的啊。好，那这张比较特别这一张也有影片，这一张它的这一个金色的球球这个地方，它是立体的，这边是有先弄湿，然后把它弄凸起来这张效果很好。这张作为你如果有一个画框，把它做成装饰品也是很漂亮。那这个太明显的就圣诞的拐棍 ，OK， 圣诞红，这样应该是这样，这一张应该是这样。好，这个也是好久了没写日期，这个很久了，很久以前的这个圣诞树，这个是在试那个 glaze 那个笔，在试那个笔的效果。那这一张就很简单，利用一些扭转的线条。这个是用金笔画的其实它就只是画叶子，然后把它画成像树一样。那这个就是用这个图样叫做什么 Echonism 拟声对吗？这个是什么时候？2016年，哇，真的是超级久岁月如梭，超级久。然后这个圣诞树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画法。那这个是有这种球果，有一点圣诞感。好，那这个是一个圣诞的花环，我自己蛮喜欢这张的，又简单，效果又好。好，那最后这一个是 Joy 也是圣诞花环。圣诞节我觉得蛮适合画圆形纸砖圆砖来画一些花环，装饰性效果很好。那这边就是我一些缠绕主题那我们来画这一个好了，好不好？以这个为 idea 啦，那我们还是要搭配我们的 app 那个樱花的这个白色水样笔目前白色水样笔有3个笔幅笔幅就是指它出来的线条的粗细那这个是05的，这是最细的，然后再来是08的，然后再来是10的，这样05、08、10。那一般来说的话
最常见的应该是08哦，这个也是一直有在买的，那是后来才出了05跟10。可是呢，有时候08会不太好用，说真的，它这个因为墨水的特性，它非常容易就卡在那个就会积墨积在那个笔尖，所以经常我们要做清理的动作。那我自己现在会比较常用的是10。那在这一个05出来之前哈，有时候我们画作品的时候，会喜欢要有一些比较细的线条。那这个还没有的时候，我用的是我拿一下啊，我用的是这一个，这是百乐的 Juice Up，百乐 Juice Up，我这一支是04的，非常的细。我找张纸画给大家看，超级细。而且它画下来的时候，刚开始感觉就是好像雾雾的，不白，可是它干了以后，它就会变得很白，它很细。给大家比较一下，你看它慢慢变白了。哦，这是樱花的05，然后樱花的08，再来就是樱花的10。哦，是不是？你看它的粗细变化是这样，来中间一点，好吧？哦，所以就是说，如果你需要买笔的话，哈，这几支都可以。那我是很推荐这个百乐 Juice Up 的白色，你要画细线条，这一支很好画，而且它还蛮流畅的，就奇怪。那另外再一支我蛮推荐的哈，是这个 Uniball 的 Uniball Signal UM153，哦，它笔杆上面有一个写的钛字。这一支呢，它的墨水，它应该也是10的，就很粗的，它的墨水很白，感觉上它的覆盖力会比樱花的好一些哦，所以我这支也是常备。有时候要画一些宝石啊，哦，上面要有做高光的时候，用这一支，我觉得很方便，很好画。OK，好，先讲一下白笔，这个是我们在画深色纸砖，不一定是黑色哦。就是深色纸砖的话，白笔这几支都是很不错的。好，那我们就来以这个为概念哈。那我们我先来说一下这个球球，我不要画一模一样的，我喜欢画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们的图样可以体现在这个球球上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哈，那就是我主要是让大家看这个形状吧，就是外国人他们的那种吊饰哈，最常见的当然是圆形，然后还有一种是像这种有点像瓶子的形状，好吧？好，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上面的一个盖子，就金色的部分，然后下面一个圆圈。那可是我们下面不要，今天不画圆的哈，我们要稍微做一点点改变。那这个上面呢，盖子我们可以，它其实有点像铃铛的一种形状。我们在画铃铛，对不对？就这样，左边一个 S，右边一个反 S，然后下面呢就画这种小弯曲。哦，这个上面这里就 OK 了。那可以在这边画一个圈圈，哈，就好像是让它可以吊挂的地方。那底下呢，我们来画的形状是有一点点像爱心形状，可是我的意思是像爱心形状，可是把这个尖尖就遮掉了，遮在这个里面。哦，所以它会是这样。好，是这样子的概念。那我们在里面就可以画图样。那我们图样的话，就等一下抽那个 Art Raffle，看看我们会画出什么图样吧，好不好？原则上是这样子，带一点圣诞味的。好，它有一个这样子的暗线，我们一样哈，先抽个3个图样好了。这是什么？Spoken 木卡3D，好，就这3个图样。
这3个图样都不难，然后还蛮有趣的这样子。好，先来看一下这个 King's。来，我先直接给大家看这个好的解释，这样快一点。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就是画很多很多的圈圈，然后在每一个圈圈里面画这种有一点弧度的三角形，然后把每一个都画上去，然后在里面画点点点，就这样子。其实没有难度。那我们也不需要说画整个空间，那其实它就是这样子。就画一个圆圈。好，那里面呢，就是三角形，那个是带弧度的三角形，然后中间画点点点点点点点，就这样。这个图样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把你要画这个图样的空间填满，只是这样子而已。好，OK，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图样，叫做 Spoken。Spoken 是一个官方图样。好，它的画法是从一开始的圆心一个圆珠珠，然后呢，从一个任意的角度，它先有一个放射线的线条出来，然后旋转指转，任意角度这样子画。我现在画的有点僵硬了，不是刚好4等分了，可以歪七扭八的画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看看就比如说我就从这边再拉过去，就各种的交叉。等于就是以这个圆为中间，然后画出放射性的线条出去，就是这样子而已。是一个相对来讲还蛮简单，而且就是蛮占面积的一个图样。好，那第3个是木卡 3D 木卡 3D 它是从木卡来的变化，它是由 Amy Oken 老师他的课程里面，他有一系列的创作就是根据这种画法。那木卡 3D 它的基础是从我们最常见的木卡，也是我最喜欢的图样，从它而来的。好，那在木卡画好了之后呢，我们会分2个部分就是这一个圆头的这一侧，还有这个背，弯弯的这一个背，两侧它都可以再加上线条，让它呈现立体感。好，那它的画法是这样子比如说在这边它就是用这种铆定光环线，让它呈现出立体的效果。就这样，那底下这边也可以加。那整个木卡它就会变得很胖，这样子加上去以后，再加上这种阴影的搭配，它就会让我们的木卡呈现出3D 的效果。那它通常阴影就会加在这种有交错的地方，然后这里让它有一些阴影。那本身呢，可以画一个微笑阴影，让它变得立体，就是这样子而已它并不是太难，并不是太难，好吗？好，我们要画这一个嘛，要画这个吊饰，所以我先把这个吊饰的位置先画出来，大概勾一下，免得等一下没有地方。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这样子一个大小，所以上面的这一个部分，然后下面会是有一个爱心的形状。然后 spoken 会画在这里，
然后这样子放射，然后这边会有一个主要的一条，它会让它勾住，好吧？就是让它有一个环可以勾在这个地方，白色跟金色。那这一个部分哈，我就开始画了啊。先来画上面这一个部分，因为前面已经有用白笔先画了一下，所以这个就变得很简单，对不对？其实画黑砖哈，大家不用太害怕，就它其实整体的概念就像是我们在画白砖用黑笔，我们只是黑砖用白笔，就只是这样子而已，不用太担心，技巧基本上是一样的，工具不同，技巧一样，然后修身养性也一样。好，我稍微把它描粗一点。好，这边的话，我先把这个圆圈画起来。今天我们抽到的图样有一个圆圈，对不对？我们就来用这一个，就是这么的随机。好，我这边因为前面有打了一点小草稿哈，我这边是会有一个环会挂上来，它会是在哦，应该是这边。然后后面这边哈就跨过去，从后面画，它就会形成一个交叉。你看就挂在上面了，对不对？好，一样哈，这个也是可以做加粗跟圆画，对不对？真的就跟我们平常在画白砖一样，大家要排除那种黑砖比较难的心理障碍，没有比较难，只是我们对它不熟而已，好不好？好，那我就绕着纸砖，我继续往外面加这种线条。这种水样笔哈，Jelly Roll 这种笔，还有月光笔都一样，它们的墨水成分哈不是那么快干，所以大家要稍微有一点耐心。我先画到这里，我不确定等一下会不会延长，先画到这里没关系。然后这个技巧就是从后面画哈，这个缠绕基本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步。接下来要画这个里面哈，那因为我们今天的图样选择不多哈，那我就来在这里，我就画一个大大的圆圈，然后这边就半个，感觉上右边这边被遮住了。同样应用这一个图样，好吗？你看是不是很简单？那我给它做一个光环线，上面的装饰就好了呀。
哦，趁你们还在画的时候，我刚刚忘记分享了，我还有一个，这个是就是前几天做的，这个是半透明纸卷，有没有超美立体的，很好看哈，我自己做的很喜欢，很得意，很漂亮吧？半透明纸卷，哦，这个是在玩的，给大家看看。同样的哈，这个角落也可以有原画。这就是我的毛病，我就特别喜欢做原画的处理。不过有时候就是因为用的是10嘛，10来做原画会觉得有点粗。我来试试看我的08，好久没有用。如果你们有加入我的会员的话，应该可以学到一课叫做水样笔的魔法哦。那就是利用白笔跟水性的彩色笔之间，它的颜色会融合的关系，它就会产生色彩的变化。那它也很可以应用在黑色的纸砖上面。那我还是用10号的笔，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画3D 木卡。那我需要用一个，我希望它是一个这样子带状的。大概在这样子的范围里面。好，好，木卡是我的顺手图样哈，我非常频繁的使用木卡，所以你们会觉得好像啊，我画的很简单，对，因为我对于木卡的线条掌握会比较好，经常画嘛。然后这边换这一个方向，好吧？这边想象它是从那边背后那边绕过来，所以它会是这样子。然后这里这样子，嗯，那这边有这种三角形的空间哈，我们就画光环线，然后再一个，然后把它涂起来。哦，这个就像我们平常在涂黑一样，完全就当做是我们在画白砖，我们用的是黑笔啊，就是这样子而已。是不是超简单？好，我们接下来做一点点珠珠的装饰哈，直接用白笔画实心的圆圈白点。好，我觉得这个线条可以往外面拉，拉到底哦，所以我把它补上。
好，那这里有一些它是会压在后面的，我就从这边飞过来。我现在拿的是05的哈，比较细的线条。我就在这一些外面这一些哈，我就画光环线。为什么要这么画？其实是想让这个画面变得好像复杂一点。而且我们一般来说哈，不管是我们用白笔还是黑笔，当我们的线条有粗细变化的时候哈，他就会觉得，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感觉不一样。啊，我这边现在拿的是金属金色哈，那我就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挂环的这个地方，我先涂上金色。里面呢，局部画金的。接下来我们要用彩色铅笔。我上次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说，你要画在黑色纸砖上面，用油性的彩色铅笔效果会比较好。那如果没有油性的话，水性的你可以试试看，因为每一种笔它的效果会不一样。那或者是有一些水性的金属色的彩色铅笔，它也是 OK 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有一组这个叫达尔文的，哦，它是 metallic 12色的这一组，它这个铁盒子上面是蝴蝶，它在黑色上面的显色是还不错的，给大家看一下它们的效果。我现在拿的这个是紫色，你看我用力画，它的显色度还可以。好，那我现在这一组是 Prisma 的，这个是油性彩色铅笔，这个是我去美国买的。Prisma 的笔在台湾不是特别好买哈，可是你可以用其他的品牌都 OK。好，你看显色度非常的好。给大家比较一下普通的水性。我普通的水性的是这个灰博的红铁盒。好，你看它会有颜色啦，可是就看起来不明显。大家用不同的角度看看。这个是金属的，金属色，达尔文的金属色。这是 Prisma 的油性彩色片铅笔。这个是水性的哦，这是水性，这是油性，这是灰博的水性，红铁盒的水性。那我比较不推荐这一个，因为我觉得它显色度很差，某一个角度你根本就看不太出来它有颜色在上面。好，这是相对来讲也很淡的黄色。我在这一个位置稍微有一点亮，我希望它那个光线是从这边来的那种感觉，稍微给它一点点。好，然后再来是绿色的，草绿色，比较浅的，我就直接画在上面。你看，所有这些白色的点，它就会变颜色了，对吧？我这时候的涂色相对来讲比较快哈，就是大面积的扫过去这样子，因为等一下还要做不同的处理。
再找一支深一点的绿色，就在边缘的位置，侧边。我们可以直接就把这个侧边就画上去，让它这个边缘的线条，白色线条也变成绿色的。这样就弥补了我们没有月光笔的一个问题了，对不对？没有月光笔也 OK 啊。好，我这边我换回稍微浅一点的绿色，因为我觉得光线从这边来，这边颜色稍浅一点会比较好看。那这个时候我拿白色的，同样油性色铅笔哈，这是白色的。我在这个位置这一部分，稍微把它再画一画，让它有这边是比较亮的感觉。再找一个更深一点的绿色，我这个是墨绿色，很暗的绿色。好，这一侧。再拿回这个绿，没那么暗。其实就是让它有一个这种渐进的感觉，从墨绿，然后慢慢慢慢往亮的地方移动，颜色就越来越浅，越来越浅，就这样。你看是不是很简单？感觉这一颗超亮的，是不是？就很明亮。上面这边哈，上面这边我们再补一下金色好了，把这个像米粒形状的这个地方，我们就画上金色。不要伤脑筋这个东西了，简单就好。好，这一个也是同样对应到这个哈，我也是把它这个像这个米粒或者说叶子形状，我就把它涂金色。好，这边这一些放射性的这种光芒啊，这一根一根的这个柱子，我希望它是像，有一点点怎么说呢，就是太阳光那样子，所以是红色、橙色系的哈。所以我现在选一些颜色出来，大概选3个颜色吧。就是红橙黄，红橙黄。那比较靠近中间的是红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比较说怎么讲，大面积的涂，不需要很仔细的一点一点的去画。然后换成这个橙色的，有一点点像就是画放射性的这样子来着色，就是撇撇撇撇撇撇撇这样子。这种黑砖白笔的加上彩色铅笔的这种着色法，我好像没有看过别的老师是这样子教的。
我自己画得很开心就是了，因为它还蛮简单，而且轻松可以达成我们想要的效果。然后换一个，这个算是有一点金黄色，继续再往外面画出去。你看在黑色上面哈，我也是直接这样子画上去，所以它整体会有那种光晕的效果。我用的是这个30的这一支啊，我要在这个里面画一个圆圈。这样子就不会觉得这个图样很单薄了哈，稍微加一点上去。然后旁边呢，我很喜欢画的哈，就是这种小点点。那我们直接用这个笔哈就可以。它其实是一个图样，你们知道吗？这个图样的名字叫做 Layer 4哦，可以画这种中间一个大的，然后旁边8个点的，也可以像这种3个点的啊。我今天画就3个点的就好了，因为这边好多白圆点，少的就好。你要画2个点也可以，就是一个装饰的作用。黑色的油性彩色铅笔我要在这一侧，其实就是加阴影的概念，因为感觉光线是从这边过来，所以这边会是暗面，对不对？当然用铅笔也可以啦，可是我觉得用彩色铅笔它更黑一点。是不是立体感很强？来看看，超闪亮。好，那最后就是要来签个名字。这张黑色纸砖哈，圣诞主题的黑色纸砖，我看看我这一张是什么时候？我是2020年11月9号画的，好，事隔3年，我用同样的构图完成了这张的作品。绘画的技巧今天就教给大家，它并不困难，用的笔具相对来讲也很简单。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用白色的水样笔来进行图样的绘制。那我们学了3个基本的图样那用在这里，还有这个 spoken， 还有里面的这个3D 木卡。好，3D 木卡其实还可以用更细的白色水样笔让它的这个线条更细一些。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了我们不要搞得太复杂，看起来好累，对不对？就很简单就可以了。缠绕它并不是一定要画得非常的复杂，也不一定要把画面全部塞满。它要留一些空隙的地方。这个不能叫空白了，这个叫空黑。就是有空隙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有呼吸的空间。那其实就是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把事情排得太满的话，我们就会有那种压力很大、喘不过气的感觉。缠绕画也是一样。所以就今天我们
没有做太多太复杂的东西只是拿黑砖来做一个练习，那简简单单的也可以画出很漂亮的作品。那利用那个彩色铅笔因为它有不同的颜色深深浅浅，我们从深到浅这样子来做创作就会有这种渐层的效果就亮亮的，也很漂亮。我相信你如果画的这样子的一张作品，在圣诞节的这个季节拿出来在家里作为装饰品，也是非常好看的，让你的家人朋友都会说：“哦，你太有才了。”是不是？那给大家看看它的不同角度。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的黑色纸砖都不会是太黑像我这个也说实在的，我觉得它的黑度也还好，有一点是那种非常深的墨灰色非常深的灰色，还不到非常的黑所以我们在旁边用黑色的彩色铅笔去做阴影也是 OK 的。好。没有预期到会画出这样子的毕竟图样是抽出来的。那非常鼓励大家就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每一张创作每一张我们都每一笔画一字一笔画，我们把每一笔画画好。然后呢，千万不要随便乱拍照，好好的帮他拍一张照片，然后分享在你的脸书你的社团里面拍一张好看的照片，稍微调整一下光线调整一下明艳对比你就会发现你的作品很好看就像我们虽然是欧巴桑，我们拍自拍照也是要用美肌的嘛我们要用美颜的时候，我们的作品也可以稍微美颜一下适度的适度的就好。其实我个人不会很建议，就是说你用一些很炫彩的相框，有一些相框会让我们贴一些微博的那种小贴纸在旁边，或者有特殊的效果我是觉得那没有必要啦，你好好的把作品拍出来对焦对好，不要模糊成一片，我觉得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尊重不要想得太复杂，我们并不是要拍什么很特殊的艺术照。像我其实也很阳春、很克难，我就在书桌上摆一块那个棉布纯棉的棉布，然后旁边2根满天星，就这样子而已，一直都是这样。之前其实有一阵子还蛮着迷于买一些小道具放在旁边，但后来觉得好像都不用了，真的，简单就好。年纪越大会越喜欢简单的生活那画缠绕也是一样，你越画越不会喜欢太多太复杂的东西。那大家在跟画的时候不管是跟谁的画啦，跟我的也好，或跟其他老师的都是一样你如果是跟画的话，最好是能够标注说你是跟哪个老师画的这是对原创者的一个尊重。你如果不知道，那真的是算了。可是你如果知道的话那你标注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OK。好咯，那大家晚安咯。谢谢大家。